我国的长江和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哪个更厉害啊？今天我们就从流域面积、流量、支流的多少、河道的宽度、深度、流域内生物的多样性这几个方面来简单的对比一下这两条河流啊。亚马逊河绝对称得上是地球所有河流中的霸主。如果我们把地球比作人的话，那么亚马逊河就是地球的颈动脉。亚马逊河流域诞生的亚马逊雨林就是地球用来呼吸的肺啊。那我们先从这个流域面积说起。亚马逊河的流域面积非常的惊人啊，占到了整个南美洲总面积的2/5，覆盖了8个国家，总面积达到了700万平方公里啊，这是个啥概念？你想一下我们的国土面积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其中将近有40%的流域面积处在了巴西境内啊，河流长度的87%也在巴西，那么最后也是在巴西流入大西洋的。那么上图可以看到，亚马逊河从距离太平洋不到160公里的安第斯山脉起源。自西向东啊，横跨了整个南美洲，然后流进了大西洋。那相比之下，我国的长江的流域面积大约是100万平方公里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。它起源于唐古拉山脉，也是自西向东啊，流经了数个省的部分地区，最后从上海汇入了东海。那么虽然长江没有亚马逊河长啊，流域没有人家的大，但不同之处在于，长江处在了一个国家之内啊，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母亲河。那接下来就是流量还有支流，那可以肯定的是，流域面积大，肯定支流多，那支流多，流量也就大啊。那亚马逊河每年的流量可以达到惊人的6.6万亿立方米，支流能够达到1万多条，这个流量占到了全球河流总量的20%，相当于7个长江、60个尼罗河。所以问题是，亚马逊河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这个流量还有支流啊？那么首先，南美洲处在了赤道附近，这里日照时间长，温度高，潮湿闷热，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。这安第斯山脉从南到北啊，横跨了整个南美洲，阻挡了水汽从东边往西边这个扩散啊，这就使得安第斯山脉的东边的降雨量非常大，但西边靠近太平洋狭长的地带就成为了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——阿塔卡马沙漠啊。再加上亚马逊河的流域1半以上都是非常平坦的平原，所以如此大的降雨量就形成了很多蜿蜒曲折的支流啊，它们最终都汇进了亚马逊河，就造就了如此大的流量。那相比之下，我国的气候所处的降雨量要远远低于南美洲的亚马逊平原。这长江有4/3的长度都流经了山区，所以支流就少了很多，只有700多条，这就造成了长江的流域流量啊远远要低于亚马逊河。那么接下来是宽度还有深度，那这两个方面亚马逊河也占了绝对的优势，毕竟人家水量大啊。亚马逊河下游平均宽度在20多公里，水量充足的时候，有些地方能够达到40多公里，尤其是在入海的地方啊，呈现出了宽度为240公里的喇叭口。这更为惊艳的是，由于它的流量非常大，在入海口的区域内，可以将那里就是长达数百公里的海水啊冲成淡水。就深度这个平均来说，亚马逊河比长江深了将近20米，能够达到45米左右。那么最后就是生物的多样性。亚马逊河流域有着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亚马逊平原，这里是著名的亚马逊雨林。由于湖泊、河流、沼泽众多，并不适合人类居住，因此这里一直保持着原始的样貌。人类并没有过度的开发、破坏、污染亚马逊雨林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这里还没有一条桥梁横跨亚马逊河，这足以见得，这里并不是人类涉足之地。因此，亚马逊雨林生活的物种数量非常的丰富，动植物种类非常的多。这里的昆虫种类啊，能够达到250万种，植物种类能够达到4万种，哺乳动物和鸟类数不胜数啊。可以说，亚马逊雨林就是地球最后的一片净土。这里的植物储存的碳量能够达到1400万吨。在二氧化碳目前威胁地球生态环境的情况下，保护地球的肺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，未来人类也不会主动去破坏这个地方的。但是长江流域就不一样了，长江流域在我国的农业、工业、旅游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它不仅孕育了我们5000年的文明史，而且现在也孕育着我国将近1/3的人口。可以想象，有了人类的活动，势必就会对原始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。所以，长江流域生活的物种数量远远不及亚马逊雨林。这里大约有300多种哺乳动物，两栖动物100多种，爬行动物160多种还有300多种鱼类。但是长江流域中的很多物种都已经灭绝了，比如长江白鲟已经被宣布灭绝了。那么没有灭绝的生物已经被列入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单，比如极度濒危的扬子鳄，野生数量也就200来只，长江软壳龟野生只剩下了个位数。这样的数字对一个物种来说简直就是悲剧啊！那物种的濒危，除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、对生物生存空间的挤压以外，还有对水资源的污染，这对生物来说更为的致命。比如污水、工业废水的排放里面含有的化学物质以及重金属，对长江流域的生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
含磷化肥有机物的滥用，最终都会随着雨水被送入长江的水体。那么磷这种化学物质对植物来说是好的，但是过多的磷就会使得水体富营养化，造成水藻泛滥，严重消耗水体中的氧气造成其他生物的灭绝。那么长江流域是亚洲甚至是地球最为重要的生态保护区，对地球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我们在大力的致力保护长江流域的生态健康。在环境这一点上，我们确实不如亚马逊雨林。这也是为啥亚马逊河包括亚马逊雨林让人觉得可怕的原因，因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原始雨林中生活着各种奇怪且致命的生物，并且没有人能够徒步穿越亚马逊雨林。因为在雨林中除了一些大型的食肉动物以外还有一些不起眼的杀手，比如这个蚊子、剧毒青蛙、蛇还有蜘蛛等等。这些昆虫相比于食肉动物来说，其实更为的致命除了雨林中的危险以外，在亚马逊河中还生活着一些致命的生物，比如令人闻风丧胆的食人鱼，还有电鳗。当然水里还有很多吸血的寄生生物，比如水蛭、寄生鲶鱼等等这些都是令人害怕的生物。所以说亚马逊河之所以令人害怕，没有人敢去游泳的原因是那里依旧保持着最为原始的状态，没有被人类过度的开发污染。所以亚马逊河以及雨林中就充满了各种未知的风险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理论科学，点赞关注，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